大家好，我是凯，今天要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竹编造型。它原型的话来自于这个视频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结构。它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菱形网格，只不过是中间这里加了这些横线过去而已。然后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做。首先第一步还是比较重要，就是要把它这个大型体给它拿出来。这一步始终都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决定以后你这个模型的这个大体型样式。那我这个就是还是一样，随便做一下。然后就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方法就可以了，大概拖一下，给它拖出来，用 F3乘3，上面给它缩小一点，把这个给它往下拉一下。好 ，OK 之后，我们整体的给它缩放一下，像这个太宽了。好，这个弄完之后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型。还有一点比较重要，就是我们需要去给它调整一下它这个间距。它现在间距是不是均等的嘛？我们弄完这个之后，全选住所有的点，然后用到这个循环工具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曲线。这个记得第一点就是要选中所有的这个点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弄完之后我们复制一份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是要用到一个生成拓扑里面这个边方向嘛，弄一下这个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需要选择到这样的一条边，为了快速选择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边界给它拖一下，给它拖出来。好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条边，直接给到一个切角，不要高度，直接拿到这个宽度就可以了。这个宽度就是你这个竹编的这个宽度来的。好，拿了之后我们感觉这一下，我们复制一份。好，我们 Alt Q 给一个挤出，然后转到这个面。反选删掉，这个话就是选到这样的一条边，给到一个挤出，转到面的话，这样就 Ctrl 点一下这个面，反选的话是在这个编辑这，那反选删掉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弄完之后，我们需要看一下它这里有多少条边嘛？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话是有18条边，我们转一圈的话就是360度嘛，我们直接拿360除以18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一个20度嘛，所以这里的话就是直接把这个角度捕捉改到一个20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直接旋转到这个20度，因为刚才看到是18条嘛，所以这里要实力复制17份，这样就是一个圈的。这个也是一样，17份。好，其实这个造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大概给它做出来。当然我们需要去做到这样的一个横边的这个造型嘛，然后就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份过来。看一下这个对齐，就点到这个中心 ，XYZ 确定。好，这个弄好之后，我们需要给它换一下线，就把这个线这条线放到这个位置了。就选中所有的这些线，我们用到这个网格平滑，回到这个边前级，然后 Ctrl 加 X 把这些线给它去掉，我们就拿换线成功了。然后再点一下这些线，我们直接给到一个切角。然后这个就需要继续估算，就是给到每个这个六边形是大概相等的，它这个小三角你需要留下多少？就这里的话会有点不是很太确定，就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弄完之后，我们直接给到一个挤出。那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竹编的这个宽度。如果想要一致的话，需要记住这个数字，或者就是随便给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转到面，反选删掉。你看一下，其实这个东西的话，我们就已经给它做出来了。然后下一步就是要给它弄到这个厚度嘛，就是起伏嘛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首先给它加上这样的一个 UV 展开吧，先给它展开一下，然后拨开，直接打直，松弛一下，打直。有点奇怪，等一下这个波我们打直它 ，OK， 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收放，这个也一样，给它加上去，点一下这个波，然后打直 ，OK， 这个我们也算是给它长好。这个话我们直接可以在这里右键塌陷到，那它其实还是一个实力的一个状态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右键塌陷到。
这个也要，我们就先给它展，选住，然后点一下这个拨开，然后它其实全部都是直的，那我们只要把它排列好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大小就可以。那这个话我们也算是给它展开、拨开好了。我回到这里，我们加上一个迭代，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这个分动，加上一个边际多边形。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给它做到一个起伏嘛。然后我之前测试过是这个点线句号，这里是3来的3。我们点一下这个点光环，我们约束到法线，然后直接拉就可以了。这边我们就给它拉起来，然后起来，1、2、3嘛，所以是点进去3，给它拉高一点。我们就选到这样的一条边，这个话我们就需要往下拉了，我们直接往下拉就好了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加个可看一下。这条啊，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调这个，你会发现我们直接这样子就其实可以约束住它，我们直接可以到一个可。OK， 其实这个话我们就算是已经做好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你看的不顺眼，你就可以自己去给它拉一下这个角度，就这个东西，给它加一个迭代，再加一个可。OK， 然后我们就选到这条边，这条横向这条边嘛。这个话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上一些分段，需要所有的这个边界回到编程机环形一下，先连接一条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编程机，再全选。回到编程机环形，再连接一次，就做2次这个操作。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个边界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插件，这个是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圆来的。这个插件到时候会讲，其实 B 站里面也有人讲过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插件的话，可以使用到这个边界这个封口功能。封口然后用上这个几何多边形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选到这个边界之后，因为我们需要把中间这条边给它去掉，所以我们转到点，按住 Ctrl， 转到点，再按住 Ctrl 转到这个边，我们反选就可以把中间这条边给它去掉了。然后下一步我们就需要给它做到一个换线的操作，还是一样，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给它提起来，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边在这个位置，还是一样选择到所有的这些边，点一下网格平滑 ，Ctrl X 删掉，还是一样转到这个点，转到这个边。反选，删掉 ，OK。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已经给它做出来了。那还是一样，我们单条来做。因为需要不同的这个方向嘛，所以我们直接给它分离出来。那我们就假装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给它鼓起来的，往下鼓。我们点一下这个位置，反的话就点一下这边。点一下 OK， 我们就直接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了。那么可以相同选得到这些相同这个地方，点一下，我们约束到法线，给它提起来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就给它拉下去就可以了。我们就是选到这些边。那你可以顶视图直接宽选，这里就不那么麻烦了，直接给它往下拉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其实已经算是给它做好。我们加一个迭代，加个壳。OK， 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就算是做好了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因为它是这边给它鼓起来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边给它鼓起来。OK， 所以我们就选到的是这2个面。所以按法线约束给它，约束到法线给它拉鼓。OK， 选到这2个面。把它往下拉一下就可以了，还是一样加上一个壳，先给一个迭代。OK， 有完壳之后，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迭代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到这个边际多边形，回到边，直接选择到印，遮缝1，给上一个迭代。
给它2次。不，我们加这样的一个名，这样的一个迭代名，这个搞错，点这个边印折缝1，这个。对，有一个点的话是要讲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加了迭代之后，它其实这个 UV 会有点变化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壳里面这个 UV 给它弄一下，等下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弄完之后，我们直接给它上这个材质，看一下这个方向对不对先。好，其实都没有问题。就壳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加了壳嘛，它其实这个 UV 是有点变化的。我们需要把这个边贴图给它改成这个插补，就之前是复制的话，其实这里会有到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我们这里也给到一个插补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有遇到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去把这个壳下面这个边贴图改成一个插补。OK， 那其实这个模型的话，我们就已经给它做好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来。然后这个东西弄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，里面这个灯罩的话比较简单，直接给到一个圆柱体就可以了。要把上下2个面的给它删掉，这个的话就是加一个壳嘛。这些应该不难，主要它材质的话就是一个双面材质来的，一个红色要加上一个双面材质，主要调的话就是这个一个正反面它的这个占比数，就这个你自己去调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因为我这个是加了一个颜色渐变嘛，不过觉得加和不加没什么区别，所以直接来一个红色就可以。然后的话，这个也是比较简单，直接画一条2条线，然后因为大家这个应该都懂。这个话就大概讲一下，也是一样画到一个圆柱体，给它拉出来，就留几条边就好了。大概拉一下它这个造型，把它旋转一下。其实主要就是它这个东西，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只要给到一个这个切角，我们给大一点，不是切角是挤出，然后我们再给到一个切角，把这个值给它开大点，我们用到一个三角形。下面这里其实也是一样，上面这个也是一样，不过这个话就是要给它插进去，因为它是一个竹子来的，所以它就会有到这样的一个孔洞这样的一个效果。而且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直接选到这个，给它个折缝1，我们用一下这个迭代就可以了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那后面这个插起来就是用到这样的一个 Shift 直接拖下来，这是2022才有这样的一个智能基础。现在它这个不是很好用，因为我这里并不是一整个，你可以自己把这个地方给它删掉，直接插进去也是一样可以。然后这也没做过多的处理，只是把这里给到一个折缝1而已。然后这个贴图啊，这个 UV 其实你并不需要处理它，你直接给过来就可以。因为你之前创建这个圆柱体的时候，就已经自带到这个 UV 了。不喜欢直接给到一个长方体也可以，都一样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，所以主要还是这样的一个藤编的这是怎么做出来的。